俺家翟奥达上的钢琴班黄了，报的课时费学校不给退，现在大胖媳妇已经带着张大铁介入，结局如何就看铁哥了。昨天翟奥达的老师在家长群里有我还有大胖媳妇一起的一个群里说，很抱歉，我们的钢琴班黄了。大胖媳妇说 Oh, I'm so sorry。那我的钱呢？老师说退款恐怕是会很难，因为学校已经黄了。我听完，我这边正想码一个小作文给他发过去，就控诉一下他们学校有多不合理。大胖媳妇一秒没等，直接发过去了。I don't care you become yellow。我交的课时费赶紧还我。老师说这样，学校做出了3种选择，你们可以选。第一种，改成老师上门授课。大胖媳妇说啊，那好像也行。老师说好的，但是我们授课老师不携带钢琴哦，需要家长这边自备呢。哭。钢琴课还剩2100，买个钢琴得4万。老师说还有第2种，我们家长可以选择在我们学校的其他连锁店继续学习。大胖媳妇说连锁店在哪儿啊？别太远就行。老师说为我们查了一下，最近的连锁校区在海淀，距离上的确是有点远。哭。大胖媳妇跟我说这方案都不行。老师说那我们还有最后一种方案，可以把钢琴课兑换成别的课。我们的连锁店不只有钢琴课，还有也许更适合你们家宝宝的其他课程。自雅校。大胖媳妇说啥呀？老师说英语启蒙。英语启蒙，我们的外教是澳大利亚人，可以在孩子语言启蒙的过程中还孩子一个沉浸式的英语环境。抱。大胖媳妇说在澳达的英语启蒙难道不是我亲戚的吗？为什么要找澳大利亚外教啊？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啥来着？脱了屁放裤子，形容一个人百废二便士。狗头。老师说很抱歉，那就没有其他的方案了。大胖媳妇突然灵机一动问人家你这卡能转让不？老师说可以。其实就是只要不退钱他们都可以。大胖媳妇说那行，在澳达不需要学英语，但是我们家倒是有一个需要学英语。这事儿放以前我都会闹心，现在我觉得那就陪孩子去呗，陪孩子们一起幼稚是我做的最成熟的事儿。我跟拿铁一样，俺们就一起看奥特曼，陪他在去学英语的路上学会勇敢。我们分享奥特曼联名版 QQ 星，揉揉小肚子，甄选优质奶源，富含膳食纤维，跟随光的力量，新年茁壮成长。把拿铁送去上课了，我回来就问他，我说换课上学生你咋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呢？大胖媳妇信誓旦旦的跟我秀了一波他的商业逻辑。你看敌方的逻辑是什么？他们的钢琴班耶喽了，但是英语班没耶喽，所以就不退钱，对吧？我说对。他说张拿铁去这个英语班之后，英语班也得耶喽。如果英语课也耶喽了，那退钱的难题是不是 KO 了？这个事儿你就说你对咱儿子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要。有没有信心？要。有没有态度？要。有没有勇气？你知道我们要去干啥吗？不对。3个大事儿：1，我老公变形了；2，张大铁秃了；3，我以为大胖媳妇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大胖媳妇不是植发了吗？植发当天回家没事儿，第2天她还在睡觉呢，我就去上班了。我在公司，俺家阿姨给我打电话，彩玲啊，你快回来吧，你老公变形了。然后我呢就得回家照顾他。他说你不理解，我的痛苦都是难以名状的，比如现在哪都肿，整个脑袋包括脖子都有伤口，所以不能大动，连上厕所都不敢使劲儿，不能见风，不能见太阳，甚至都不能洗头。他说我这种痛苦你根本理解不了。我说这不就是坐月子吗？都说外国人不坐月子，我没想到我还得给外国人伺候月子。但是家里头这俩孩子还是很关心爸爸的。拿铁问爸爸疼不疼？大胖媳妇说好多了。拿铁说爸爸为什么所有人看见你都笑啊？大胖媳妇说因为所有人都有头发，只有爸爸没有。结果第2天晚上，俺家阿姨领张大铁去剪头，张大铁说啥也不好使，进屋就喊我要剪我爸头型。我想要剪爸爸一样的头发。理发师看过俺家视频，说拿铁啊，你爸头型不是剪出来的，是掉出来的。张大铁不听，阿姨给我打电话问我咋办，说那张铁不剪不行。我说那咋办？那你拦不住啊！理发师都不敢动手啊，反复确认，真剪掉呀？真的。不带后悔的啊！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，水灵灵的就秃了。剪完头发，拿铁特别开心，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看我跟你一样了，我现在也是你很长的。”大胖媳妇心里特别感动，然后跟他儿子说：“他们都不懂，咱俩这是硬汉，没人敢惹发型。这个发型的名字就叫你瞅啥，顶着这个脑袋，你去哪儿看到谁，你脸上就写着一个你瞅啥，谁敢惹我？”大胖媳妇给他和他儿子这个组合起了个名，叫俩硬汉把你吓变色儿。我说我觉得这组合应该叫冻秋梨，好像下个崽儿，下个崽儿。没想到张大铁回家试了一下，不太好使。你瞅啥？谁瞅你了？那你瞅瞅我呗。你剪完头为什么这样说话？你以为你是超人吗？我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俺家这一天天的累得我睡不好，一熬夜就容易憔悴。多亏我有 Fresh 红茶精华水，原料是红茶皇后尼泊尔黄金芽，经过双重发酵，抗氧力更强，还有肌醇来修护，质地水润，茶香四溢。我还新解锁了湿敷用法，每周2次，皮肤也越来越好。最吓人的一个事儿是，医生叮嘱我，大胖媳妇现在睡觉必须脸朝上，就是躺倍儿直那种，一点不能侧，一定得看住他。但是他平时吧特别爱侧躺，我晚上睡觉没法好好睡，我就得看着他。我看到后半夜我太困了，我跟我爸说，爸你进去看他一会儿，你保证他脸朝上啊，我睡几个小时。我爸就去俺俩的床上趴了2小时，也坚持不住了。说大胖媳妇老打他屁股，就把任务下发给了孩子们。早上起床我进屋，给我吓坏了。哎，
给你们爆点料，我们家张大铁测智商是一个天才，但是未来身高1.59米。是这样的，前2天我出差了，我妈在俺家，她就看着张大铁和他爸也算认识1年多了，居然啥也沟通不了，全靠比划。我妈就担心张大铁是不是智商有问题，发育迟缓，趁我不在就领他去测了个智商。然后我出差回来了，我一进屋，我妈当家直接冲我放了个大礼炮，给我吓一跳。我妈告诉我，你儿子张大铁智商159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，比巴基斯坦就低1分。我说妈，等一下，第一啊，智商160那个叫爱因斯坦。第二，这事儿听着有点玄乎呢，你先别跟别人说呗。我妈说，全体委都知道了。我妈说，这种情况人医生都说了，大概率是父母有一方就是那种超智商人群，但可能没被发现，孩子就非常容易遗传。我说妈，那我肯定不是天才。于是我跟我妈就一起看向旁边的大胖媳妇，母女2人的心里此时不约而同地问着一个问题：莫非他是一个天才？哎。正好放假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我用24小时重新观察了一下大胖媳妇。早上我们带着孩子去游乐场，在路上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老有人问我家住哪，我想礼貌的回答他们，但我又不想说咱家小区。你告诉我怎么能给到一个泛泛的回答方式？”我说：“你就说你家住九仙桥，九仙桥是一个区域。”大胖天才认真的记了一路，为了记住，在路上还比划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九仙桥。结果到了游乐场，人家问你们家住哪儿，如果近的话可以办卡。大胖媳妇立马抢答：“不近，我们家住七仙女。”不近，我家住在青草街。我都慌了，我说咱家为啥住七仙女啊？啊，对，是9，我咋把9记成7了呢？然后我妈呢，为了给张大铁营造出一个要当科学家的这个成长环境，买了一个牛顿的画像，挂在了张大铁婴儿床的正上方。我们回到家，大胖媳妇一进屋吓一跳，问我这人谁呀？这个人呢，他们课本中也学过，叫 Isaac Newton， 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名叫牛顿。大胖媳妇说，汉字哈我几乎不认识，但是牛我认识，非常厉害的意思。这个顿他得多厉害，让中国人给他赐姓的时候赐他姓牛。我一直很羡慕中国这一点，就你们老祖宗在给自己选姓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姓牛，这事儿多牛！你没听说过一个外国人，哎，他姓 fantastic。结果拿铁不吃这套，沉迷奥特曼无法自拔。奇妙积木新出了奥特超甲英雄，除人气英雄，还有人气怪兽加拉特龙，工艺质感太牛了，有积木骨架，好操作易上手，孩子纵享拼装乐趣，配备丰富道具，拼完还能继续玩，诚意满满。然而啊，很遗憾，张大铁是天才这个事儿，它是一场骗局，因为我妈没告诉我全部实情。原来那个测试的诊所啊，他测出张大铁智商仅比爱因斯坦的同时呢，还测他未来身高1.59米，跟我妈说，哎，不得不说这是巨大的遗憾。然后我妈就买了人家20节课，说要按摩把他的骨头摁开，然后就长个了。我一听，我说这肯定是被骗了嘛！张大铁和他爸这都不是天才。我在公园，当时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这肯定都是骗术。我妈不信，说张大铁和他爸都是天才。我说妈，我求你了，你现在看一眼他俩。爸爸衣服都脱了。爸爸比他大，他比爸爸小，爸是他哥。你爸跟你咋比？你爸给自己还整了个大的。爸整个大的。